娘娘，小皇子平安，您看看小皇子吧。上一世儿子驾崩前突然和我说，母后，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，就是回到您身边做您的嫡子。他给我早死的妹妹昭惠贵妃加封尊号，晋为圣母皇太后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昭惠贵妃苏氏得犯六宫，慈恩深重，追加尊号，晋为圣母皇太后。前与先帝合葬长眠。令皇太后谢世100年之后，子孙后代永远只能将其葬在妃陵，谁都不准有违。萧和瑞，昭惠贵妃是贵妃，母后才是先帝的皇后。父皇爱了您一辈子，这一次就让让姨母吧。陛下下风，太后娘娘封赏。做您的嫡。娘娘，都退下。太医说你产后心神不稳，不要再折腾自己。萧景笺，放我出宫吧，给我自由。皇后的尊荣你不要了，孩子你也能狠心不要了吗？都不要了。听说了吗？宫里的昭惠贵妃病重了，可不是。皇太子3跪9叩，求遍天下名医，都没能让贵妃好转。都说皇太子是出了名的孝子，为了贵妃娘娘，连额头都磕破了。要我说，天下名医治不好，不代表谢大夫治不好。按方抓药，3日之后复诊。是，师傅。这阵仗不会真是宫里来人了吧？真是皇太子，孝子皇太子求到谢大夫面前了。母后，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，就是回到您身边做您的嫡子。听闻您是安阳第一神医，求求您，救救我母妃吧！啊！太子殿下真贵了，这得是多孝顺啊！太子殿下，请回吧，我救不了。救不了？你都还没见到娘娘，怎知救不了？表妹，你可知殿下的母妃是谁？那可是统御6宫的贵妃娘娘，2朝元老苏太傅的亲女儿。你要是能治好贵妃的病，就是东宫和苏家的大恩人，天下金银财宝赏赐应有尽有。苏太傅，那可是京里的大人物，东宫和苏家的人情，这谁敢拒呀？姨母是您的亲妹妹啊，您就这么恨她？让我娶表妹为妻，是她此生最后的心愿了，还请母后不要让姨母抱憾而终。娘娘，再跪下去，太子就算不死，膝盖也要冻残废了。准了。殿下，药凉了，先喝了吧。殿下，当年若不是母后阻拦，臣妾也不至于被人看了那么久笑话。不过臣妾不怪母后，母后毕竟是长辈，心里不喜欢臣妾，也是臣妾做的不够好。救不了就是救不了，二位请回吧。你这
姑娘，这里是医馆，请慎言。这姑娘也太跋扈了，谢大夫救过多少人，她怎么能这么说话？表妹，太子殿下又跪了，为了贵妃娘，谢大夫，真是孝心。听闻谢大夫医者仁心，连路边乞儿都愿意施以援手。疫病时，也是您研究出方子，救了成千上万百姓的性命。整个安阳乃至四周邻县，没您治不好的病。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，就是回到你身边，做你的嫡子。就算治不好，我也不会怪罪您什么。堂堂太子，为母做到这份上，难怪人人都说他是孝子。请回。殿下都这样求你了，你还敢拒绝？既然如此，打扰谢大夫了。师傅，你可是太子啊！下一个。开门！谢氏，开门！你可知那是什么人？那可是太子，他动动手指就能杀了你，也能杀了我。你立刻收拾一下，进京给贵妃娘娘看病。谢氏，别怪本官没提醒你，民不与官斗。你纵然圣明天下，但他们若想要你的命，也不过上下碰碰嘴皮子的事儿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唯一的皇后，太子生母，名正言顺的皇太后。萧何瑞，上一世你敢让我永葬妃陵，这一世我倒要看看你为了苏令医还能做到哪一步。师傅，不好了，咱们的药铺被人砸了。药柜、桌椅全被砸了，掌柜的正在清点呢。去药铺。这些人太过分了。东家，银钱没少，贵重药材也没丢，什么都没被偷，就像是纯报复。东家，外头来了顶轿子。这位是苏太傅的夫人。老夫人，请里边说话。谢神医是吧？只要你能救我女儿的命，苏家必不会亏待了你。抬进来。你这药铺被砸得乱七八糟，想来损失不少。只要谢神医愿意随老身进宫看诊，这些就都是你的。且老身想保证，再也没有地痞流氓敢来砸你的铺。谢神医是聪明人，该知道怎么选。夫人，妾身不敢争什么，只求夫人给令医一个容身之处。孩子是无辜的，既进了苏家，便好好养着吧。多谢夫人，夫人大恩，妾身一辈子都记着。真是你。夫人，来人啊！夫人
谢神医，老身的诚意。老夫人，你也请回吧。谢神医，老身亲自上门，给足了你脸面。就算是皇帝来了，我也还是那句话，我救不了。有些报应，该受着。谢大夫，你非要敬酒不吃，吃罚酒。来人！老夫人，这是医馆，您不能。怎么，老夫人，这里可不是你们用惯阴司手段的后宅，难不成你还想逼我就范？一个乡野大夫也敢拿桥？你今日敢将我强行带走，明日弹劾苏家的折子就会堆满御案。昭惠贵妃的兄长，听说前不久刚因办事不力，被皇帝降罪降职。老夫人，难道你想老太夫一把年纪，还要因娶妻不贤被同僚后辈大肆嘲笑？这是要干什么？拿钱不成，还要动手？谢大夫不愿进宫看病，苏家就要抢人。苏太傅家的人也不能这么欺负百姓吧？老夫人，外头这么多双眼睛看着，苏家若真要以强权欺人，明日毁的可就不只是这间药铺。不识抬举，不识抬举！贱妇，你定会为你今日之举后悔。东家，太傅夫人这回是带着怒气走的，怕是不会善罢甘休。我知道。师傅，这信是送去京城。送进宫，交到皇上手里。快马加鞭，越快越好。东家放心，一定送到。皇上真会管安阳的事吗？前世他做到了，今生也应当如此。大伙儿都来看看呀！师傅，外头出事了，治死人了！谢神医治死人了！今日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。谢大夫医术高明，怎么可能治死人？是啊，安阳谁没找过谢神医看病，都好好的。倒也未必，谁能保证自己一辈子不出错呢？人都抬来了，这事儿怕是不好说。不可能，师傅开的方子从没出过事儿。人都死了，你还敢说没出事？有话好好说，别动手。去报官，现在就去。苏太傅，谢大夫，谢大夫治死人了，人命关天，偿命！只要你跟老朽进宫看一看贵妃，安阳知府自然明察秋毫，把那些闹事的人都赶走。谢大夫治死人了，今日必须给个说法。可若你不肯，知府秉公办事，也只好先查封你的药铺，店铺一应人等下狱关押。你多年经营的心血也会顷刻灰飞烟灭，如此你也舍得？东家，这眉眼和你母亲有7分像，孩子，记住，别轻易回苏家。恭喜老爷，恭喜夫人，恭喜夫人定在职位后。别让他躲在里头，
治死人还想不认账？苏太傅，你们轮流威逼利诱，要我进宫救人，就没想过我为何不愿意救他吗？别动手，这里是医馆，让谢大夫出来，我爹不能白死。谢大夫，只要你愿意马上跟老朽走，老朽向你保证，这些人会立刻消失。苏家，再闹下去，铺子真要毁了。信应该到宫里了，只要萧景琛到安阳，苏家这些麻烦也就能甩掉了。果真冥顽不灵。谢氏医馆牵涉人命官司，即刻查封。真要封铺子了，摊上人命官司，谁还敢说话呀？别砸，这些都是救命的药。大人，铺子里还有病人的药方，不能乱砸呀！拿下！我们什么都没做啊！师傅，师傅，东家，你得救救我们啊！谢大夫，老朽给你最后一晚考虑，明日若老朽在城门口见不到你，就别怪老朽无情。哼！谢大夫，宫里回信。等我。瑞儿，可是到了。到了，母妃。你居然还活着！母妃认识谢大夫。许是病糊涂了，看错了人。谢大夫，我虽不知您为何不敢进京，但我向来不强人所难。我把母妃带来了，只求您为她把一把脉。瑞儿，别为难谢大夫。殿下为了娘娘奔波至此，谢大夫总该看看我们苏家的诚心吧。外祖父与外祖母也并非有意冒犯你，只是爱女心切，还请您看在我们一家诚心的份上，救救我母妃，否则殿下要如何？瑞儿，既然谢大夫不愿意，你不要为难他。罢了，殿下，是娘娘注定没这个好命。哼，谢大夫铁了心见死不救，殿下又能如何？娘娘，是母妃，是母妃没用。母妃，
来人，把他给我押过来。谢大夫，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这病你是看还是不看？用刑！孤道要看看你能撑到几时。还不说？算了，别为了母妃这样。母妃放心，今晚姑一定让谢大夫救你。萧景更让我等，我便等。你说什么？谢大夫，脸面可比手金贵，再不答应，就别怪奴婢手重了。皇上驾到！谢皇上！父皇，孽障！父皇。亏得满朝文武百官都赞你是忠臣孝子，说你孝行至诚，感动天地。那你可知谢氏是谁？谢大夫，是谁？谢氏是朕的妻子，大雍的皇后。皇后娘娘。谢氏丢了半条命才生下你，是你的亲生母亲。我，娘娘，母妃。后宫妃嫔无诏不得离宫，贵妃苏氏行之故犯，是宫规无闻。皇上，娘娘只是病重，殿下也是一片孝心。闭嘴！自今日起，苏氏便安心在自己宫里养病，六宫其他事宜暂时不用过问了。送贵妃回宫。是。母后，滚回东宫。先用清水洗净，再取左边白瓷瓶里的药粉。疼。继续。何必如此倔强？哪怕只是示意示弱，装作给苏令星诊个脉，也不至于受这皮肉之苦。我不愿。母后，
这辈子最后悔的事，就是回到您身边，做您的嫡子。皇太后谢氏，100年之后，子孙后代永远只能将其葬在妃陵，谁都不准有违。其实你离宫后，朕常常给他看你的画像，只是那都是10几年前的模样了。他如今一时认不出你，也可理解。母娘，母妃，苏氏的病是真的无药可医了。朕当年给他下的绝子药，道性失猛了些，以至于伤了他的根本。皇上当年为何要给他下绝子药，您心里清楚。这都是他咎由自取的。他想害我的命，抢走我的孩子，这些就是他该受着的报应。既然苏丽英快不行了，你也不要跟朕怄气了。回宫，可好？瑞儿毕竟是你亲生的，是我们的嫡子，你真的舍得不管他吗？母后，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，就是回到你身边，做你的嫡子。皇太后谢氏，100年之后，子孙后代永远只能将其葬在妃陵，谁都不准有违。父皇爱了您一辈子，这一次，您就让让姨母吧。好，你答应了？我跟你回宫。朕明日就安排人接你回去。去备车驾，明日回宫。是。萧和瑞若不是我生的，太子之位未必是他的。他因我成了储君，因我名正言顺继承大统，最后却要我与萧景惠死后长离，要我一个正宫皇后葬进妃陵。这样的儿子不要也罢。15年了，我也该选一个真正合心意的儿子了。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。儿臣给母后请安。都起来吧。太子还有何事？瑞儿，到母后这里来。母后，儿臣今日不想读书。只歇一刻，一刻后继续。母后，儿子不知是母后，此前多有得罪，还望母后能原谅儿子。你自小便由昭惠贵妃教养长大，为她的病情着急担忧是人之常情。母后，儿子不是……娘娘，齐王殿下来了。臣儿请母后安。
今日兵部有急报，臣儿处置完才赶来，误了给母后请安，是臣儿的不是。起来吧，朝事要紧，你能先顾正事，母后很安心。这个孩子，我最放心不下。你放心，我会护着他。让萧和臣养在行宫吧，远离后宫纷争，对外便说养在我膝下。依你。过来。齐王虽养在行宫，可到底记在皇后娘娘名下，还有镇国公府谢氏照看着，谁敢怠慢？坐吧，兵部的事儿可都处置妥当了。回母后，棘手是棘手了些，不过已经压下去了。后续章程，臣儿也一并呈给父皇了。做事有头有尾，很好。母后夸得早了，若有疏漏，臣儿还得回来挨训。你若真有疏漏，母后自然不会轻饶。昭惠贵妃每日服药的时辰也快到了，太子若无旁事，便早些过去收拾吧。母后，儿子今日来是想……二弟最是孝顺，宫里谁不知道？再耽搁下去，怕是人在坤宁宫，心早飞到昭惠贵妃那儿了。是，那儿子先归安了。瑞儿，母妃，我在，药还温着，您再喝一口。太子殿下，娘娘今日身子不适，吩咐不见人。知道了，母后好生歇息，姑改日再来。殿下，娘娘正在礼佛，不便见客。母后可说何时得空？娘娘没说。皇上，太子殿下近日心神不定，几件差事都办得不大妥妥。朕知道了。父皇，这是兵部新拟的章程，儿臣已经核过一遍，请父皇过目。这件事你办得稳，儿臣不敢居功，都是分内之事。母后，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，就是回到您身边做您的嫡子。皇太后谢氏100年之后，子孙后代永远只能将其葬在妃陵，谁都不准有违。这一次，你就饶一母吧。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来人，传御医。是。不用。都这样了，还不用？我只是梦到你走后，瑞儿她竟那般对我。我梦见瑞儿临死前说，最后悔的事是回到我身边做我的嫡子。他还追封苏令仪为圣母皇太后，让苏令仪与你合葬。最后他下旨
要我100年之后只能葬在妃陵。梦都是假的。瑞儿再糊涂，也不敢这样对你。太子殿下，皇上和娘娘已经歇下了，您不能进去。母后，您丢下儿子缩年，都是姨母在悉心照顾。如今他病重垂危，任何能救他的法子，儿子都不会放弃。萧何瑞，深夜擅闯坤宁宫，惊扰皇后，你眼里还有没有尊长？父皇，儿臣只是想求母后救人。求？你这是求吗？朕看你是被苏令仪的病搅昏了头，连宫规礼法都忘干净了。母后，滚回东宫！没有朕的旨意，不许再踏进坤宁宫半步。儿臣告退。皇上，臣要弹劾昭惠贵妃之兄仗势强抢民女，欺压百姓。臣也要弹劾贵妃兄长，不知品行败坏，还屡屡带太子殿下出入烟香之地，花天酒地，不思进取。父皇，儿臣够了。你身为太子，不修德行，不理政事，反倒同苏家人搅在一起，荒唐至此。儿臣知错。传旨。奴才在。太子禁足东宫。一应事宜，交由齐王主理。儿臣领旨。失了圣心了，齐王要起来了。娘娘，东宫来人，说太子殿下想见娘娘一面。不见。娘娘，殿下说了，怕娘娘不肯见。殿下说，您只要见了这件珍品，还望无论如何都能去见殿下一面。女儿家多喜爱首饰脂粉，你若嫌人家不懂你，就将你这案头的山石放到砚上。若有姑娘在她面前停留，说不准也是你半个知己。看来你也重生了。备轿。奴才谢娘娘。母后，您也回来了是不是？您如今还愿意来见我，是不是心中还有我这个孩子？其实那时话刚出口我就后悔了，只是朕是皇帝，金口玉言。原来一句后悔就能抵过一道圣旨。我今日来是念着我们母子一场，有些恩怨应该要当面断个清楚。断个清楚？母后，人死如灯灭，很多身后之事不过是为了安慰生者，我对您的孝顺从未少过。临死前，我想起姨母多年照拂，她病重时，我顾忌怕伤您的心，不曾尽心为她寻医治病，心中一直有愧。我不过是死前想给她一点补偿，也好让自己走得安心罢了。你为何不能理解我呢？
说完了吗？母后，从你回来开始，你就开始收集苏家的罪证了吧？舅舅强抢民女，只是最小的一桩罪。大皇兄和谢氏手里，当全是苏家的罪证吧。殿下，苏家那边又闹出事了。压下去，别让母后知道。还有几位表亲也求到贵妃娘娘那边了，一并处理干净。苏家上上下下做过多少恶事，你最清楚不过。前世你为了苏令仪，替他的大哥，替那些所谓的表亲，前前后后收拾过多少麻烦，还需要我一桩桩说给你听吗？你不是不知道苏家烂到根里，你只是舍不得让他难过。总之你放心，在苏家没有被彻底清算之前，我都会用尽一切手段保住你亲爱的母妃一条命。母后，直到他亲眼看见他的爹娘、家族，他偷来的一切，包括你，全都得到该有的下场以后，我才会让他安心的西去。你就这么恨他？他欠我的不止一条命。想想你今生终于如愿，完完全全当了苏令氏的孩子。只是这样的你，除了被人称赞是孝子，你还有什么？你拿什么跟齐王比？这件事你办得稳，儿臣分内之事。殿下，进去坐坐，松快松快。来，曾经15岁的太子，已在战场立下赫赫战功，而你，现在的你，只知道跟你所谓的舅舅出入青楼，留恋温柔乡，是要当一个和你外祖父一样风流多情的男子。母后，别说了。萧和瑞，是你要求我当你娘，不是我非你一个儿子不可。放开！我是苏家人，你们敢这么对我？苏家已被抄，男丁通通下狱。我们是太傅女眷，不能去教坊司。苏家家奴全部变卖。苏家真倒了，以前多大的门第，如今一日之间全用完了。娘娘，苏家已经抄了，男丁下狱，女眷没入教坊司，家奴也都变卖了。知道了。昭惠贵妃强撑着病体来了坤宁宫，说要见娘娘。让她进来。娘娘，贵妃如今怕是来者不善。她如今还能如何？他也是你的父亲啊！纵容小妾杀妻，自我离府后从未问过我半句。这样的人算什么父亲？你说话！苏令仪，放肆！不得冲撞皇后娘娘！我好歹替你养了这么多年的儿子。
你还好意思提？苏令仪，当年我临盆后为何突然精神崩溃，你难道不是最清楚的吗？你都知道。后宫里从来没有真正的秘密。姐姐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当年我生下萧和瑞，你买通太医，篡改我的药方，害我时而正常，时而癫狂，甚至险些让我亲手掐死自己的儿子。药方怎么写，太医心里该清楚。娘娘放心。娘娘，该喝药了。不是我。娘娘，臣女刚看过齐王，便来陪娘娘说说话。娘娘，我在做什么？这样不对，快去请信得过的太医。娘娘，撑住，娘娘清醒过来，才能救自己，也救小皇子。我救了我自己，也救了萧和瑞。可我的状态实在太差，非一时能调理好。萧景更念着到底是我妹妹，才把孩子暂时托付到你宫中。姐姐身子未愈，臣妾愿替姐姐照看瑞儿。臣妾一定把瑞儿当亲生孩子疼。你现在的身子不能再受刺激。令仪到底是你妹妹，暂且让她照看瑞儿。参见娘娘。给苏氏的药，照朕说的办。皇上，那药若用得重了，恐伤根本。朕要的就是他今后不能再有自己的孩子。朕的嫡子养在他宫中，朕不能让他今后有了亲生子怠慢瑞儿。臣遵旨。是你害我们母子分离。不是的，姐姐不是这样的。若非要把孩子交给你抚养，你以为你能这般顺利爬到贵妃的位置？你以为皇上会放过你？姐姐，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。如今你也回宫了，我也快要死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求求你，就放过父亲和苏家人吧。你也姓苏，你也是苏家人啊！我只有生我养我的母亲，没有父亲。苏世伦教子无方，苏家人在外面害了多少无辜百姓，不管是流放还是砍头，都是他应得的。那母亲呢？母亲年纪大了，她受不了教坊司折磨的。姐姐她可是长辈。至于陈氏，他本就出身青楼，如今不过是回到了他该去的地方。偷来的东西永远都不会长久。把你母妃带走吧。瑞儿，你听母妃解释，事情不是那样的。启禀娘娘，苏家男丁即将流放，苏老太傅托人传进话来，
说想见娘娘最后一面。不理。娘娘，那这苏家的族谱把我的名字从苏家族谱中剔除，从此我记在舅舅名下，改为谢姓。是，谢大夫。娘娘，娘娘吐血了！瑞儿，叫瑞儿来，本宫要见太子一面，就一面。殿下，贵妃娘娘快不行了，娘娘临死前只想见您一面，求殿下过去看看吧。回去吧，告诉他，我不会回去的。瑞儿，昭惠贵妃抱憾而终了。皇上，昭惠贵妃苏氏已薨，不知朝廷该如何追封？其丧礼规格，不予追封，简单命礼部寻个风水地下葬便是。皇上，贵妃娘娘到底是……退下。殿下，今日皇上在朝堂上还问起了殿下。故如今闭门思过，除了这卷书，还能如何？瑞儿这阵子待在东宫，一直闭门不出，很是低调。毕竟是我们的孩子，若他真的知错能改，朕……皇上自己看着办便是。父皇，儿臣查实，太子在京郊密林私建营地，在东宫暗道中藏囊甲胄，已在秘密养兵，意图谋反。逆子！朕才对他动了恻隐，他竟敢谋反造反！传朕旨意，即刻废除萧和瑞太子之位，革除属籍，押入列庭，终生洁禁，无指任何人不得探视。儿臣领旨。太后娘娘，您快看，这花儿开得多好啊，红艳艳的，最正娘娘。有心了。娘娘您看，这盆牡丹开得多艳，正配娘娘的雍容华贵。是啊是啊，看看我这边的这盆才是清新脱俗呢，娘娘定会喜欢。启禀太后娘娘，掖庭那边刚传回消息，废太子萧和瑞在狱中郁郁而终了。娘娘，怎么了？可是这花香太浓，闷着娘娘了。无事。母后，参见皇上。儿臣给母后请安。今日朝事处理的顺手，便想着快下来陪母后用膳。好。